他说他分2次开着车亲自到你家，送了2包装满现金的邮袋。这种细节他能编得出来吗？秀丽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都说出来吧，可能还来得及。什么好处？你们想一想，如果我贪图这种好处，我会把32万的礼金捐给川口镇的希望小学吗？我就是怕陈汉杰、唐朝阳、叶子京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做我的文章，所以我不断地告诫我自己，同时我告诫下面的干部，在廉政的问题上绝对不能有闪失。王副省长，据我们所知，周秀丽收的那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。这个数目不数目的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我觉得跟我有关系的应该是实事求是。你实事求是了吗？王副省长，解放路6号那块地是你批的吧？哎呀，我做市长的时候批的项目太多了，根本不记得了。周秀丽，我还想再问你啊，你会主动的向苏阿福要90万，而又自愿的把这150万退还给他，你说这能叫我们相信吗？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有什么解释的？我是城管委主任，是吧？苏阿福的门面房我有权批。再说了，苏阿福跟我的关系又很好，我抹不开面子，所以这90万我敢收。那么解放路6号地我办不到。秀丽呀，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呢。6号地你是办不了，但是你完全可以找个别人去办，对不对？叶子京同志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不要再诱供了。我还告诉你，你说的别人原则性比你强。那这么说，王副省长，你清白的像天使了。哎呀，程书记，咱们也别什么天使不天使的啦，谁在工作当中没有犯过错误啊？我承认，我也犯了不少错误，但是我没有犯罪，也没有犯法。我觉得倒是有人犯了罪，犯了法，那就是诬告陷害罪。好了好了，王副省长，我们就谈谈你的错误好不好？你好好想一想，到底犯了哪些错误？我希望你能向组织上好好的说清楚。程书记，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错误。王副省长，你心里应该有数吧？如果要让我给你提醒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提醒一下。好。你是怎么做的这个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组长呢？怎么差点办成放火了呢？好，你说到这个问题，我们就由头说起。叶子京啊，我看就到此为止吧。你呀，也不要再搞什么诬陷了。王长工，他呀不是个贪财的人。你想想，他女儿结婚收的30多万，他都捐出去了。他会私底下收这种黑钱吗？你说的这30多万不是合法收入，连王长工自己都说，他如果不当这个常务副省长的话，别人也不会送这么多的礼。对对对，子清，你说的很对，这不正说明王长工同志在廉政问题上很注意吗？你们干嘛老揪着人家王长工不放啊？作为老同学，我倒是该提醒你了，该想想自己该怎么下台了，现在回头还不晚。我呢，现在就等着一死了，所以看在老同学老同事的份上，我不再想就你们诱供的问题再告你们了，我们都省点劲儿吧。秀丽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心话？你是不是要真的为王长工殉葬？谈不上殉葬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呀。回答得好，回答得干脆。秀丽，
死刑执行前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想不想跟龟教授和儿子见一面？猫哭耗子，我的权利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跟规律见面，我已经提出来了。儿子，就算了。这样也好，没有必要给孩子小小的心灵上留下沉重的阴影，可以理解。秀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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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丽。这个，秀丽，完璧归赵。怎么，黄宝产还挂记着我呢？你想见见黄国修？想吗？不必了，让年轻时候的我永远留在他心里吧。我完全可以理解。看看叶姐，我说不会有什么结果吧？小高啊，还别说没什么结果，我看这里面可能有文章啊。你发现了什么？我看周秀丽现在这种冷静不太正常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她并没有完全绝望，她还存有侥幸。她侥幸什么呢？应该是那480万。我认为这480万有可能在规律的手里，或者就在他自己的手里，没交出来。你认为呢？我估计不会在规律手上。周秀丽和规律关系并不好啊。再说他们家也搜查过了，确实没有这笔赃款的下落。如果赃款的秘密到现在都没有交代给规律的话，我估计周秀丽也不会再交代了。叶姐，我觉得你这个推断不合理。哦，对了，周秀丽要见的可不仅仅是规律呀，还有她一个小妹妹。你看，这不就对上茬了吗？他很可能把这笔赃款秘密的转交给他妹妹。小高啊，在执行死刑之前，你一定要紧紧地盯住他，看他还耍什么把戏。他和规律和他妹妹的见面，你一定要密切监视。他转交给亲属的遗物，一定要仔细的检查。一句话，瞪大眼睛，看他最后怎么表演。好。现在情况很被动，据说王长工拒不向审查组交代任何问题，周秀丽又死咬着不开口，480万赃款落实不了，很有可能王长工还会溜掉。不行，不能让王长工溜掉，要溜了事情就严重了，而且他会反过来咬你一口。他现在已经反咬一口了。他说长沙市的干部集体串通起来，一起诬陷他。这个周秀丽，叶子京他就拿不下他来。说实话，老班长，我现在有点担心，紫荆和检察院会不会搞错呀？搞错？不可能，480万，熊向海不会胡说。
而且还有那个杀人灭口的电话。是啊，但愿我在离开长城之前，这件事情能有个结果。就看死刑前的72小时了。情况没有异常，他一直坐着呢，已经3个小时了。不要麻痹啊，这种情况很不正常，他会有动作的。好吧，叶姐，我注意就是了。估计今天晚上不会有什么情况，你休息吧。休息。我现在也跟周秀丽一样，很难入眠呢。小高，我的手机24小时都开着，有什么新情况，随时和我联系。好，叶姐，再见。再见。朝阳，是我，还没休息吧？睡不着啊，老班长，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除非奇迹发生。资金和检察院那边还是没进展？没有，资金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。啊，知道了。赵书记，钱书记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汇报。实话实说嘛，周秀丽
到底能不能拿下来？调查组还等着结果呢。丁坚，你也要好好的想想，王长公有没有可能搞错？丁坚呐，这不太可能，现在还没到最后时刻。丁坚呐，你是不是还指望周秀丽在临行前最后一刻开口啊？丁坚，如果搞错了，我们可没法向长工同志交代啊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向王副省长道歉。这不仅仅是道歉的问题，我们已经惊动了中央，所以我也准备引咎辞职。哎，不要讲这些了，丁坚呐，谈谈情况吧。啊，好吧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执行令，明天周秀丽将要被执行死刑。常山方面，我们正密切地监视着周秀丽。明天周秀丽就要执行死刑了吧？是啊，为了那90万，不值得呀。王副省长，你不想和周秀丽再告别一下吗？非常想。你是不是请示一下有关领导，安排一下？这么说，你们俩的感情还蛮深的嘛？啊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深。叶子京、周秀丽都是我的老部下，26年前我们就在一块混了。就算叶子京那天判了死刑，我也会去告别的。王副省长，恕我冒昧，你是不是希望死刑早点执行呢？为什么？这还用说吗？死刑的枪声一响，这480万就成了永远的秘密。哎呀，程书记，你还真以为那480万存在啊？丁坚呐，周秀丽的死刑有没有可能暂缓执行啊？有可能。我们已经通过省高法请示最高人民法院，我们暂缓执行死刑的理由是充分的。王长公同志的问题没有搞清楚，周秀丽作为知情人必须活着。好吧，那我和钱书记等着你们的结果。我现在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啊！是啊，人生的落差太大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周秀丽、叶子京，我的这些老朋友，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。你怎么想起叶子京来了？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很多。王副省长，你说说看，过去嘛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神通呢？可能是因为我手上有一些权力吧。你总算说了句实话。在这个问题上嘛，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了。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，权力的掌握者就在理论上代表了人民，他的头上就戴了许多的光环。有些人呢，就钻了这个空子，让人民对他的权力不敢违抗，更不敢怀疑。你在说我？我钻了什么空子？倒是有人钻了我的空子。王副省长，你说你这么挺着，这么挺着累不累呀？说实在的，我的确有些累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谈，好不好？明天周秀丽就要执行死刑了，今天晚上你睡得着吗？为什么睡不着？我一定能睡着。
写遗书？让他写，不要惊动他。叶姐，我刚才进去看了一下，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头。我们给周秀丽写交代的7页记录纸，全让她给撕光了，也没见她写什么遗书。她和她小妹妹见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怀疑这里面有文章。小高，你判断得很对，这里面肯定有文章。就从那7页讯问记录纸开始查。好，你把它扔在地上的碎纸全都给捡起来，一块一块的拼接，1寸都不能少啊！好，我明白。周秀丽，你不要耍花招啊！我耍什么花招了？我耍什么花招啊？我是个临死的人了，你们能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啊？啊？说，这记录纸怎么少了一块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们再找找啊！是不是被你一做他用了？搜他的身。没有吧？在哪里？广东发展银行。周秀丽，你来世的希望破灭了，你自以为干得很漂亮是不是？想利用和小妹妹见面的机会，把纸条塞给她。王副省长，王副省长，你怎么了？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没什么就好。来吧，我们接着往下谈。谈。我刚才谈到哪儿了？谈到你和周秀丽在江城第一次见面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谈周秀丽，是不是太残酷了一点？有件事呢，我忘了告诉你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命令，对周秀丽的死刑暂缓执行。叶姐，我看这周秀丽啊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哼哼，小高啊，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，下一步就是赵局的事情了。你去公安医院，绝不能给周秀丽自杀的机会了，她已经绝望了。好吧，我马上过去。叶姐，你也可以放松放松了。
怎么能放松呢？虽说这个赃款有了下落，但是它毕竟是在周秀丽的保险箱里。这笔赃款如果跟王长工联系不上，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被动的境地，对吧？我知道了。叶姐啊，听说周秀丽突破了啊。赵局啊，是这样啊，你带着人去广州，按照这个地址密码，把保险箱打开，从中拿出赃款赃物。知道了。去吧。哎，随时保持联系，我就守在电话机旁等你的消息啊。好的，叶姐，再见。我会随时向你汇报。祝你成功。太好了，子健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。这480万很有可能在周秀丽的保险箱里。是的，唐书记，我们认为是这样。那这480万到底和王成功有没有关系？现在还不敢肯定，打开保险箱以后看证据吧。也就是说，周秀丽到现在还没有把王成功交出来。没有，事情败露以后，他企图撞墙自杀呀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啊，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，正在公安医院24小时守护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了结果以后，马上打电话告诉我。好。不知道这个宝盒打开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。赵局，情况怎么样啊？拿到了，全都拿到了。480万全拿到了。480万，全是现金。这种隐藏赃款的方式真是一绝呀！还有更绝的，熊老板当年送赃款的邮袋，现在还在使用，而且常山邮局的字清清楚楚。啊，那保险箱里头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有啊，叶姐，这次收获太大了。您猜，
咱们在保险箱里还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王长公和周秀丽的假护照，他们都改名换姓了。王长公不叫王长公，叫刘武强；周秀丽不叫周秀丽，叫田平。可照片上的人还是他们两个。我们的结论是，这480万赃款肯定是王长公和周秀丽共同收取的贿赂款。另外还有2个存折，都是王长公的，20万美金，160万港元，还有周秀丽的3个存折，金额高达650万人民币。2位领导说的太对了，他们说这个后台那个后台都没有大过人民和法律这个后台。王长公到底垮了。子敬，听说你最后还哭了。老书记啊，我不瞒您说，接到王局长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我特别紧张，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。就是当我面对苏阿福的枪口炸药的时候，都没有这么紧张，就怕王局长的回答让我失望。子敬啊，这是你送给我这个离职书记的一个安慰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示，王长公受贿案由省检察院交给你们常山市检察院侦查并起诉。子敬同志啊，这是一个涉及到高级领导干部受贿的大案，你要亲自主持，实事求是，办成提案。丁检，由我来主持起诉这个案子，您是不是觉得合适呢？您不怕我感情用事吗？说实在的，王长公是我在感情上最难容忍的一个人。子敬同志，由你出面主审起诉最合适。王长公就怕见你，一物降一物嘛。不过在办案的策略上，我们也应该这样做。我和省检察院的同志相信你不会感情用事的。好吧，丁检，那我就好好的设计一下，啃啃这块硬骨头。
王长公，2001年5月13日，当大富豪娱乐城的大火烧起来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最后能把你办进来。我必须承认，你精明过人，很懂得为官之道，靠不住的钱不收，所以你还在川口捐了一所希望小学，这欺骗性也太大了。可你的欺骗性没能得逞，事实证明，你的心很黑。你通过周秀丽的手收受巨额贿赂，一次竟达480万。如果周秀丽不试图把这笔赃款转移出去，让它消失，你也许就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是不是？女人就是女人，到死都忘不了身外之物啊。哼，你既然知道这是身外之物，为什么还这么贪婪呢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贪婪呢？假护照不是证据吗？你王长公的假护照怎么会出现在周秀丽的保险箱里？你否认得了吗？好，刘政委，你走马上任了，一定要跟武成立配合好啊。唐书记啊，理事长都跟我说了，我会和武局长配合好，你放心吧。是啊，唐书记，你就放宽心，我马上还要和他们公安局党委班子开个会。叶子京同志，你凭什么证明我跟这480万有关？就凭那张假护照是吧？你既然知道我跟周秀丽早就有关系，难道你就不应该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发生吗？周秀丽可以背着我拿我的照片去办一张假护照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承认你和周秀丽是情人关系了？这事儿瞒不了，我也不想再瞒了。王长公，你当年跟周秀丽在江城插队时候谈过恋爱，现在又是情人的关系，你们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。所以他完全有可能从你身边拿走一张照片，给你办一张假护照。这也就说明熊向海向你和周秀丽行贿的480万是完全有可能的，因为你利用手上的权力把国家的土地批给熊向海，周秀丽又自然地从熊向海那里收受贿赂。这个事实你能否认吗？事实不是这样。不错，地是我批的，可是周秀丽的受贿我并不知道，我也不可能知道。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饶不了她。她从苏阿福那儿拿走了90万，也是大火以后我才知道的。为了这件事，我还打了她的耳光。王长公，你真讲原则呀！你竟然还打了周秀丽一记耳光。王长公，说漏嘴了吧？这证明在513大火之后，对周秀丽渎职犯罪的事实你是很清楚的。你作为负责火灾处理的省委领导，王长公，你究竟干了些什么？你居然明目张胆地包庇周秀丽，甚至不惜命令公安局长江正流同志对重要证人苏阿福杀人灭口，对我们检察院的正常办案横加干涉，制造障碍。